美军航母最近行动很诡异，从西太平洋出发驰援红海的罗斯福号航母，到了中东就开始徘徊不前，在阿拉伯海兜兜转转不进红海，这是在搞什么名堂呢？不久前，美国海军第3舰载飞行联队指挥官马文斯科特上校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在红海遭遇了自2战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再结合美军公布在红海护航行动中消耗了超过700枚各种导弹，舰载机起降超过13000架次，说明这200多天来，艾森豪威尔号航母打击群确实很狼狈。也许就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负责下一阶段红海护航行动的罗斯福号，如今已经到达阿拉伯海，却迟迟没有通过亚丁湾进入红海，难道是打怕了，不敢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罗斯福号没有进入红海，必然有别的原因。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伊利湖号的 AIS 信号或许回答了这个问题。7月23日，伊利湖号刚穿过菲律宾中部的圣贝纳迪诺海峡，从航迹来看，正赶往中东，很有可能是要与罗斯福号会合。如果罗斯福号确实是在等这艘迟到的巡洋舰，那么就基本可以确定是在等舰队的防空指挥功能完善后才进入红海，原因还是怕挨打。在美国海军各型主力舰艇中，目前只有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拥有完整的作战情报中心，也就是说，每支舰队的旗舰或许不一样，但防空指挥舰基本确定由某一艘提康德罗加级担任。也就是这个原因，美军每支航母打击群在进行实战部署时，必然配置至少一艘提康德罗加级。比如刚撤走的艾森豪威尔号编队中就一直有菲律宾海号，负责指挥协调整个航母编队的防空和巡航导弹攻击。对美国海军来说，眼下的红海已经是危机四伏的高烈度战场，这一点从斯科特上校的言论和消耗的弹药中就能看出来。既然要闯这么危险的龙潭虎穴，当然更应该配置齐全。航母和阿利伯克级驱逐舰都没有功能完善的编队防空 CIC， 一旦进入红海和亚丁湾，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不知什么时候就会飞来。为了保证不出像艾森豪威尔号那样的尴尬，所以只能等伊利湖号赶过来，撑起舰队防空指挥的重任。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巡洋舰这么重要，为什么会迟到呢？从公开资料来看，今年1月，伊利湖号随罗斯福号编队进入珍珠港，但很快就由于不明原因返回圣迭戈，直到6月才再次从圣迭戈出发，途经珍珠港和关岛后，接下来应该是取道菲律宾，通过马六甲和孟加拉湾进入阿拉伯海北部，与罗斯福号再次会合。美国海军没有公布迟到的原因，所以只能猜测是伊利湖号可能突发了某种故障，只能返回本土进行修理，所以才耽搁了这么久。实际上，耽搁10天半个月的护航行动也不算多大事儿，但反映出2个对美国海军来说不可忽视的严重问题。一个是新军舰的建造进度滞后太多，造成舰队青黄不接的状况不断发生；另一个更可怕，那就是如果连胡塞武装这种连国家都不能算的武装组织，仅凭数量和质量都不算高的导弹和无人机就能有效吓阻美国最引以为傲的航空母舰，那么今后美国还如何以胡萝卜加大棒的形式维护美国的霸权呢？美国海军一共拥有27艘提康德罗加，目前已有15艘退役。按照计划，剩下的12艘也会在数年内退役，也就是说，至多在2027到2030年间，美国海军将失去几乎全部拥有 CIC 的军舰，只有少数指挥舰可以继续承担舰队防空指挥任务。为了避免这一情况发生，正在建造的阿利伯克3驱逐舰将逐步配备完整的 CIC， 代替退役的巡洋舰继续担负舰队指挥任务。但这种新款驱逐舰目前只服役了卢卡斯号1艘，后续能否跟上，赶在巡洋舰全部退役前填补空白，就看英格尔斯船厂和巴斯钢铁厂的产能是不是可以保证了。舰危支柱，饱受制造业空心化困扰的美国军用造船业是否能及时生产足够的驱逐舰来维持海军的战斗力，都已经是居于次要的战术问题了。美国真正面临的麻烦还是在战略上，是出动一个建制完整的航母打击群，却连胡塞武装都无法压制，那么美国军事力量对全球的威慑效果绝对要打难以想象的折扣，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也从这一刻开始逐渐消退，就算天降猛人，也未必能挽回这种颓势。
究其原因，还是这20年来，美国犯下了几乎所有巅峰状态的大国都会犯的错误，甚至还要更进一步，包括但不限于穷兵黩武和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等等。由于技术优势和生产力变革以及更复杂的全球局势使然，特别是军事力量仍拥有绝对优势，美国的衰落会是一个比较长的周期，时间可能长达10数年或数十年。罗斯福号航母这一路走走停停，大不了在战区外等一等，能对其实施保护的伊利湖号，但美国这艘巨舰能不能等到挽救国运的巡洋舰，那可就难说了。